ChatGPT 要開始替你管理你的銀行賬戶了。你以為 ChatGPT 這次只是多了一個記賬功能嗎？真相是，當你把 Chase、Schwab、Fidelity、Robinhood 這些賬戶接進去的那一刻， OpenAI 拿到的不是你的幾張賬單，而是你做任何一個財務決定之前腦子裡冒出的第一句話：錢還在銀行，但通往這些錢的那扇大門已經被悄悄地換了鎖了。大家好，這裡是明夜三千里的頻道。如果你在北美生活，手裡有 Schwab 的股票賬戶、Fidelity 的退休金、Chad 的房貸，或者你關注美股科技賽道，那今天這期視頻跟你直接相關。就在剛剛過去的5月15號 ，OpenAI 正式向美國的 ChatGPT Pro 用戶推出了個人財務一覽功能，所以這裡都用美國的用戶場景進行舉例。說白了，就是 OpenAI 與北美最大的金融數據聚合平台 Plaid 合作，讓你可以在 ChatGPT 的對話框裡一次性的打通全美12000多家的金融機構。你的銀行存款、信用卡消費、股票持倉、房貸車貸，全部接進同一個對話上下文。很多人看到這個新聞，第一反應是：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市面上幫你記賬的 App 多了去了 ，Copilot、In-App， 哪個不能連銀行賬戶呢？再說了 ，OpenAI 的官方免責聲明白紙黑字的寫得明明白白，它不能替你轉賬，不能替你點那個買入賣出的交易按鈕，它在法律上甚至不是你的注冊投資顧問。聽起來特別人畜無害，就是一個幫你算算開銷的高級計算器嘛。如果你真這麼想，那你就徹底低估了 OpenAI 這盤棋的狠辣程度了。我們把視角拉高一點，在這個長長的金融鏈條裡，真正最值錢、最核心的權利是什麼呢？不是處理轉賬的底層清算系統，不是替你買賣股票的交易通道。在這個時代，最值錢的位置是你做任何財務決定之前第一個要問的人。當你想買一套房，當你糾結要不要把手裡的英偉達股票賣掉去還信用卡的高息，當你想調整 401k 退休金的組合比例，你腦子裡冒出的第一句話，輸入的第一個問題交給了誰，誰就掌握了未來所有金融產品的分發權。OpenAI 現在的確不能碰你的錢，錢依然安安穩穩地躺在摩根大通的地下金庫、嘉信理財的服務器上。但是，通往這些錢的那個入口，那個你每天要經過的大門，已經被 ChatGPT 的一把新鎖給替換掉了。那問題來了，一家做 AI 大模型的公司，要去實現通用人工智能的公司，為什麼非要鑽進合規極嚴，動不動就被 SEC 和 CFPB 開出天價罰單的個人金融深水區？圖什麼呢？ Google、Meta 過去20年最賺錢的商業模式明明是做廣告，為什麼 OpenAI 偏偏不去爭搶這塊最肥的蛋糕呢？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廣告不是不去搶，而是 OpenAI 暫時還搶不過人家呢。那這就必須扒開 OpenAI 底層的財務賬本來看了。奧特曼遇到了一道算不過來的送命題。你可能不知道，維持一個 ChatGPT 付費用戶 ，OpenAI 在背後到底燒掉了多少錢？我們來看一組很現實的測算數據。以最基礎的 Plus 訂閱為例，你每個月付出$20，聽起來 OpenAI 賺翻了。但因為底層算力和語音服務由微軟提供，根據合作的分成，其中一部分要上交微軟， OpenAI 手裡實際剩下的淨收入遠低於你付出的那個數字。好，那接下來最關鍵的來了，隨着 AI 越來越聰明，
從以前的 GPT 3.5 進化到今天的 GPT 5.5，它在回答你問題之前，要在後台生成大量的隱藏思考 token。 AI 越聰明，後台轉的齒輪就越多，燒的電和 GPU 算力就越貴。維持一個高頻活躍的付費用戶， OpenAI 在後台燒掉的純算力成本，實際上遠高於每月收到的訂閱費。你聽懂這個邏輯的恐怖之處了嗎？每多一個天天用 ChatGPT 寫代碼、算表格的重度用戶， OpenAI 就要淨虧一大塊。這根本不是在做生意，這是在做慈善。這就是奧特曼真正面對的困局，不是模型做得不夠好，不是用戶不夠多，而是越好用，用的人越多，反而虧得越快。按這個速度燒下去，這個算力缺口將是傳統 C 端訂閱收入永遠填不平的數字。這條路必須變。傳統的 C 端 SaaS 訂閱模式徹底跑不通了。在傳統軟件的行業裡，普通用戶的終身價值，也就是 LTV， 客戶終身價值，行業平均也就幾百美元上下。靠這個數字，怎麼填得滿這個算力的窟窿呢？所以 OpenAI 必須也只能去尋找那些能產生極高 LTV 的場景。放眼全球，還有什麼場景的客戶終身價值能比金融高呢？一個普通網民的 LTV 是幾百美金，但一個高净值客戶的終身價值是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美元。金融機構每年哪怕只收你 1% 的資產管理費，這筆錢就足以輕鬆消化掉 AI 那幾百塊錢的推理成本，還能產生極高的溢價。但如果你以為 OpenAI 进軍金融僅僅是因為缺錢，那你還是把這群硅谷頂尖的大腦看扁了。算力賬本只是逼他們轉型的動機，他們真正看重的是對傳統商業模式的降維打擊。為什麼是金融而不是廣告呢？你想想，廣告的本質是什麼？一個字，猜。Google 和 Meta 通過你看過什麼視頻，點過什麼鏈接，拼命猜你的消費意圖。他猜你可能想買一輛保時捷911，於是瘋狂的給你推豪車的廣告。但他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不知道你的底牌。你可能在網上看了無數遍保時捷911的測評，廣告算法瘋狂的給你推豪車，但他不知道你的銀行卡裡其實只有2000塊，也不知道你的信用卡這個月已經還不上了。廣告費盡心思的把你引流到購買的頁面，最後卡在了支付能力上。但金融賬戶不一樣，金融賬戶不跟你講廢話，它直接呈現你的真實約束，工資流水、固定開銷、負債結構、股票盈虧，這些數據加在一起，就是你這個人最真實的底牌。知道你到底買不買得起，比猜你想買什麼在商業轉化上貴了10000倍。幫 OpenAI 接好這根水管的是 Plaid。很多人被12000多家的金融機構這個數字給唬住了，覺得數量多就是牛。但真正的殺招根本不在數量，而在於它建立了跨賬戶的推演全貌。想想過去你是怎麼管錢的？你的工資發在 Chase， 股票買在 Schwab， 日常消費刷的 Amex 信用卡，這些 App 之間豎着一道厚厚的数據牆。Chase 不知道你在 Schwab 的期权賬戶裡剛虧了一大筆錢， Fidelity 也不知道你在 Amex 卡上還欠着高息的債務。每個銀行的 App 都是瞎的，只能看到屬於自己的那一個切片。想做整體的財務規劃，你得自己打開3個 App， 拿出計算器，在腦子裡做複雜的加減乘除。但現在 Plaid 就像把12000根水管全部接到了 ChatGPT 這一個巨大的蓄水池裡，
當你授錢之後， ChatGPT 成了這個世界上可能比你老婆還了解你資產負債表全貌的存在。你只需要在對話框裡隨便問一句：我感覺最近花錢有點猛，幫我看看哪裡出了問題。順便算一算，以我現在的持倉和每個月的現金流，5年後在西雅圖買個首付30萬的房子有沒有戲？就在你敲下回車鍵的幾秒鐘內， ChatGPT 在後台調取你的信用卡賬單分類，對比你過去半年的消費中位數，提取 Swap 賬戶的股票市值，結合當前的通脹率和房貸利率，給你出一份詳盡的帶步驟的財務診斷書。各位，這才是真正的入口替換。當這種體驗一旦形成習慣，傳統銀行和券商失去的是與你直接對話的權利。銀行 App 最怕的不是你把錢轉走，而是你連打開它問問題的習慣都沒有了。但你可能想問，那些已經在市場上站穩了腳跟的金融科技巨頭，難道就這麼乖乖的認輸了嗎？這裡面有一場博弈，殘酷程度超乎你的想象。以前銀行花幾十億美金，養着頂級工程師和設計師，把 App 裡的餅圖、折線圖、個性化推薦位，全部經過心理學和眼動儀測試精心設計。為什麼這麼幹呢？因為只要你打開 App 看一眼預算，他們就能在你最顯眼的地方給你推銷一張年費$500的高端信用卡，或者利息極高的個人貸款。這就是傳統金融軟件最核心的盈利漏洞，用免費的記賬和圖表把你吸引過來，最後靠前端流量引導賺取極其豐厚的交叉銷售佣金。但現在這個漏斗的頂端被 ChatGPT 直接拿電鋸給鋸斷了。當所有的財務疑問都在對話框裡被完美的解答，你為什麼還要去打開那個滿屏都是廣告的銀行 App 呢？你不會去了，你只會把銀行的 App 當成一個冷冰冰的底層執行工具。需要轉賬了，打開點一下；需要買股票了，輸入代碼。這就叫管道化。以前你要自己走完，看新聞、比價格、挑信用卡的漫長樓梯，現在 AI 直接把電梯降到你面前，把中間商的門票錢全省了。券商徹底淪為了同質化的底層流動性提供商，只賺那點最苦最累的通道費。金融科技行業的平均獲客成本，在 AI 還沒有大規模介入之前，就已經高達$1000以上。沒有了前端的自然流量入口，這些機構拿什麼去填這個無底洞呢？面對這種扒皮抽筋式的入口打擊，傳統金融軟件巨頭是坐等被團滅，還是另有出路呢？這就不得不提這期視頻裡最精彩也最冷血的一場商業博弈。有一家巨頭做出了極其違背常理的動作，它就是全美最大的財稅軟件和理財生態巨頭 Intuit， 旗下產品包括 TurboTax、QuickBooks 以及專門幫你管信用卡的 Credit Karma。 根據 Intuit 2025財年的官方財報， Credit Karma 當年營收高達23億美元，佔 Intuit 集團總收入的12%以上。這23億是怎麼賺來的呢？全靠前端引流引導，用戶打開 App 看一眼信用分，系統順勢彈窗，以你現在的分數，申請這張美國運通卡的獲批率是95%，還有10幾萬的積分獎勵。你腦子一熱，點進去辦了卡，發卡行就給 Credit Karma 一筆幾十到上百美元的推薦費。交叉銷售，這是傳統理財軟件的命脈。可是 Intuit 的 CEO 看懂了一個很殘酷的現實，一旦用戶習慣了去問 ChatGPT 我這個月超支了，
哪張免年費的信用卡最合適我現在的信用分。如果 ChatGPT 直接在對話框裡給出答案，用戶就再也不會去打開 Credit Karma 的 App 了。App 沒人打開，那23億美金的交叉銷售佣金就會瞬間歸零。與其死守 App 等死，不如主動出擊。於是，在2025年的11月 ，OpenAI 與 Intuit 正式公開簽署了一份多年期的深度戰略協議。協議的核心是把 TurboTax 的算稅引擎、Credit Karma 的信用模型、QuickBooks 的賬單系統，直接作為原生的插件塞進 ChatGPT 的對話框裡。這些應用目前已經向全部登錄的 ChatGPT 用戶上線。很多人一眼看到這個新聞，會覺得 Intuit 瘋了，這不是引狼入室嗎？錯了，這絕對不是投降，這是提前認清宿命的盟友。Intuit 的算盤打得非常精，既然我攔不住你搶走第一問的入口，那我就加入你。當用戶在 ChatGPT 裡問稅務問題，背後真正飛速運轉的是 Intuit 的合規引擎。OpenAI 拿走了流量和用戶的話語權，但 Intuit 保住了底層的執行端的利潤閉環。他用這份協議的代價，換取了在 ChatGPT 這個超級入口裡的底層分發權。犧牲了 App 的日活，換來了在 AI 新生態裡活下去的資格。打不過就加入，這才是明智之舉嘛。看到這裡，你一定要問，既然 OpenAI 在這麼大的金融雷區裡折騰，美國那些動不動就開出天價罰單的金融監管機構 SEC、CFPB 為什麼遲遲不出手呢？華爾街的銀行被監管盯得死死的，員工用私人手機發一條工作信息都要被罰款幾千萬，憑什麼 OpenAI 就能全身而退呢？這就不得不佩服 OpenAI 堪稱教科書級別的賊到極致的合規走位了。你去看 OpenAI 的官方免責聲明，寫的滴水不漏。我不能替你交易，不能替你轉賬，我不是你的注冊投資顧問，我不是你的券商，更不是你的稅務籌劃師。你看懂這個走位了嗎？金融監管機構的眼睛永遠死死盯着最後那個按下交易的按鈕，誰碰了那個按鈕，誰就要承擔沉重的受托人義務，承擔反洗錢的審查，承擔資金安全的無限連帶責任。這種髒活累活、高風險的活 ，OpenAI 堅決不碰。他現在也根本沒有資格碰。他精準地把自己停在了交易按鈕前的1厘米處。他只包攬了按鈕之前的解釋、比較、規劃和推薦。他沒有去觸碰任何一條監管的紅線，但他輕描淡寫地抽走了紅線內最豐厚的油水——用戶的決策心智。在數據隱私上 ，OpenAI 也做到了極致的克制。官方文檔白紙黑字地寫着，只要你斷開賬戶連接，同步過來的財務數據會在30天內從系統裡徹底的刪除。如果你用的是臨時聊天模式，它連財務記憶都不會生成，頁後即焚，什麼都不留。OpenAI 甚至主動承諾 Zero Training， 絕不用你的敏感金融數據去訓練底層大模型。為什麼呢？因為他要搶的根本不是歷史遺料，而是此時此刻的商業分發權。只要在那個當下，你聽了他的建議去辦了卡，買了股票，商業閉環就已經完成了。數據留不留根本不重要。為了徹底武裝這套知識上的1厘米優勢， OpenAI 在過去的8個月裡完成了2次精準的人才收割。去年10月，他收購了 AI 個性化投資應用 Ride，2位聯合創始人均供職於 Airbnb， 專注打造 AI 驅動的個性化投資體驗。CEO Sujit Varadkar也隨後加入了 OpenAI。
今年4月，就在個人財務功能發布的前1個月，他由閃電收購了 Hero Finance， 由 Digital 創始人 Ethan Block 主導，約10名員工全部加入 OpenAI。這家公司的核心能力正是讓 AI 在處理複雜金融數學時保持極高的計算精確度。兩家公司的 App 都在收購後的數天內強制關閉。OpenAI 要的不是那點可憐的用戶量，而是把這群專注 AI 金融推理的精英人才硬生生地塞進 ChatGPT 的底層研發裡。最狠的是彭博社曝光的水星計劃。OpenAI 以每小時$150的價格僱傭了超過100名曾在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工作過的華爾街前投行精英，手把手教 AI 怎麼建 DCF 估值模型，也就是替你算一家公司值多少錢的那套工具，以及怎麼寫專業的投資推介書。你看懂這個騷操作了嗎？ OpenAI 一邊在法律上說我只是一個通用聊天工具，一邊在底層瘋狂的武裝華爾街級別的專業推理能力。看透了這場權力交接的遊戲，對我們每個普通人和投資者意味着什麼呢？如果你是在北美生活的華人，手裡有 Schwab 的股票賬戶、Fandly 的退休金、Chase 的房貸和幾張信用卡，聽我一句實在話，你首先不需要盲目的恐慌隱私泄露，數據控制權的開關始終捏在你手裡，不訓練模型，30天內徹底的刪除，這些有法律紅線和自動刪除協議做保障。你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件更隱秘的事情。當你在享受這種極簡財務決策效率的同時，你的決策心智正在被 AI 悄悄地鎖定了。以前你的財務生活是碎片化的，買房找貸款經紀人，買股票聽分析師的，報稅找 CPA。但現在你的股票配置、退休金的貢獻比例、買房稅務籌劃正在被一個統一的 AI 入口接管，它比任何人類顧問都更懂得你的現金流，從不打烊，而且它給出的邏輯永遠自洽。久而久之，你會產生深度的路徑依賴，它將不再是一個工具，而是你財務生活的超級代理。你以為是你在做決定，其實是它在為你劃定選項的邊界。當然，你也不必過於悲觀，數據控制權是可以被法規保護的。這場變局也帶來了真實的便利，你不需要再跨3個 app 打3個電話才能做一個財務決策，但有意識地保持獨立判斷的習慣，不讓 AI 的建議成為你唯一的聲音，這件事值得認真對待。而對於關注美股和科技賽道的投資者，我把這期視頻提煉成一個很冷靜的估值觀察框架。從今天起，當你再去聽 Intuit、嘉信理財、Robinhood 乃至任何一家個人理財的 SaaS 公司的財報電話會時，不要光盯着 AUM 漲了多少，月活用戶多少，那些都是過去的後視鏡。死死盯住一個核心指標，他們的獲客成本 CAC， 也就是拉來一個新用戶要花多少錢，有沒有失控。當所有用戶都不再用 Google 搜索哪家券商手續費低，而是直接去問 ChatGPT 的時候，傳統券商花大價錢做的搜索引擎優化、寫的金融科普文章全部變成了廢紙。Robinhood 為了搶奪高淨值客戶，過去幾年砸重金做入金補貼，而這僅僅是 AI 大規模介入之前的情況，未來的競爭只會更貴。所以你要去財報電話會裡聽管理層怎麼回應 AI 入口侵蝕這個問題的。你要去看他們為了把自己的產品塞進大模型的分發列表裡，
付出了多大的代價。你要看他們是像 Intuit 一樣提前認清宿命，主動交過路費結盟，還是在入口被截胡之後，利潤率被高昂的營銷費用一點點吸乾。這裡面正在形成兩類機構的命運分化，一類是正在進入 ChatGPT 分發列表的合作方，他們有機會在 AI 時代保住底層執行端的收入；另一類是還在死守獨立 App 流量的傳統金融軟件，面臨的壓力會隨着 ChatGPT 財務功能的每一次迭代線性積累。這兩類公司的估值邏輯正在被同一股力量推向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入口溢價的重估才刚刚開始，那些手裡攥着用戶資金卻失去了與用戶對話能力的金融巨頭，他們的護城河正在被 AI 的算力一點點的蒸發。這裡面隱含着巨大的做空與做多的機會。錢還是那些錢，但誰來決定錢去哪？遊戲規則將要徹底改變了。在這裡，我也想問問屏幕前的你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你會把你的 Swipe 或者 Chase 賬戶接進 ChatGPT 嗎？如果會，為什麼？如果不會，你最大的顧慮又是什麼？評論區聊一聊。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